春節，老外們屬實是玩嗨了，有錢的就直接飛到中國體驗地道的中國年，沒錢的就在當地舉行活動，家裡掛紅燈籠、貼窗花、放煙花，反正中國人咋過他咋過。這個春節，他老外必須狠狠嘗嘗鹹淡。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際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你知道以前外國人是如何描述中國春節的嗎？上個世紀，一些西方媒體是這麼報道的：此時此刻，中國人民正經歷着一場盛大的遷徙。屆時，全中國的工廠暫時停工，學校暫時停課，商店暫時關閉，全國上下東西南北的人們齊齊行動，紛紛踏上歸途。本地的居民瘋狂搶購食物，家家戶戶的門窗上面都貼着紅色的標語，傳遞着人們的訴求。這就是中國的春節，相當有意思吧？而在2023年的時候，春節成為了聯合國的假日。2024年春節順利成功。在這之後 ，BBC 拍了關於中國春節的紀錄片，當時直接驚呼：中國的春節哪裡是遷徙，分明就是全球最大的團圓史詩。後來《紐約時報》還專門科普了那些紅色的標語，說是對聯和福字。原來中國人習以為常的年俗裡，藏着這麼多老外看不懂卻忍不住着迷的東方浪漫。如今，全世界都在過中國的春節。目前，全球已有近20個國家將春節列入法定假日：法國巴黎、美國紐約和洛杉磯、巴西聖保羅、日本神戶和橫濱等地，還將中國春節作為當地城市的節日。2月11日，阿聯酋的迪拜旅遊局發布了第2波新春活動預告，其中有最吸睛的哈利法塔新春燈光秀，還有春晚轉播、戲曲演出、新春大促銷，主打一個遊客走到哪兒，年味兒跟到哪兒。泰國今年的歡慶主題是神奇太原2026春節慶典，以曼谷和和愛為2大主會場，並在各地開展系列慶祝活動。此外，2022年起，春節還成為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官方法定假日。在舊金山的農曆新年大遊行被稱為亞洲以外全球規模最大的。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每年都會在全校範圍內推出一系列新春主題活動，為校園增添滿滿節日氛圍。今年該大學書店已經推出2026馬年系列文創產品，線上線下同步發售，稱歡迎大家選購象徵力量與好運的馬年限定系列。而今年春節前後，紐約時代廣場直接掛滿紅燈籠，美國朋友跟着舞龍舞獅隊伍敲鑼打鼓，提前學習俗，把福字貼家門口，甚至跟着春晚守歲，完全融入了過年氛圍。不止如此，2月17日，也就是春節當天，紐約唐人街直接被擠到水泄不通，鞭炮、摔炮、仙女棒、彩帶滿天飛，煙花紙屑鋪了厚厚一層，大家互相噴彩帶狂歡，連巡邏的警察都被熱情包圍。期間，紐約市長更是親自現身送祝福。果然，只要中國人夠多，在哪兒都能把年味拉滿。值得一提的是，相關視頻上傳到網上後，有不懷好意的人故意混淆視聽，說這是韓國春節，而美國網友聽到後當場直接懟回去，表示這是中國春節，聯合國認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起源在中國，底蘊和儀式感誰也抄不走，偷不去。此外，在法國，今年開始在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舉行新春大遊行，由機器人引領的春節巡遊表演方陣，讓遊客和市民大飽眼福。法國人還會跟着巡遊表演方隊打太極、練武術，有模有樣。期間，雲南水族銀飾、漢族走秀、瑛歌舞、東北大秧歌輪番上場，鼓點一敲，氣氛直接炸場。旁邊的法國老爺爺都忍不住誇讚，太震撼了。還有東北大秧歌一扭，年味瞬間到位。要不是身後的凱旋門，小編真以為在國內過年呢。當然，郵票也是新年的標準配置。早在今年1月，聯合國郵政管理局就發行了馬年生肖郵票，靈感來源於東漢的同奔馬，也就是馬踏飛燕，馬兒眼睛大大的，非常喜慶。國外有的地方積極性很高，早早就開始搶跑，比如芬蘭的自治省奧蘭群島，去年10月就發行了馬年郵票。有的地方信奉守時，比如西班牙打算在2月17日馬年第一天發行2026馬年郵票。世界各國發行的馬年郵票一般講究中洋結合，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也融入本國特色，比如
斐濟發行的馬年郵票靈感來自山西博物院的西周玉馬，融入斐濟國鳥綠領鸚鵡和國花水烏美丁花。白俄羅斯按照12生肖推出東方曆法系列郵票，今年是第7套，票面正中是駿馬圖案，右下方有中文馬和白俄羅斯文馬年字樣。馬耳他發行的馬年生肖郵票則融合了中國絲綢元素與馬耳他蕾絲工藝理念。值得一提的是，法國人特別喜愛中國文化，從2005年起就在春節前後發行生肖郵票。2026年馬年生肖紀念郵票共2款，一款的票面是一匹白馬佩戴紅色中國結，另一款是一匹昂首扬蹄的白馬。此外，俄羅斯、泰國、新加坡、列支敦士登、吉爾吉斯斯坦、澳大利亞等國也發行了自己的馬年郵票，有的活潑可愛，有的十分抽象，大家風格不同，但都傳遞着一馬當先的美好祝福。看到這裡，大家肯定都有同一個疑問：往年也有外國人對春節感興趣，為什麼2026年突然爆火，全民瘋狂？這就不得不提到去年在海外爆火的一個話題 Becoming Chinese， 也就是成為中國人。這股風潮有多火？外國網友集體模仿中式生活，喝熱水，用保溫杯，練8段錦，煮蘋果枸杞茶，在家必須穿拖鞋，講究不時不食的養生觀念。相關話題瀏覽量直接破億，無數老外自稱精神中國人。那他們為什麼突然想成為中國人？其實根源就是2025年轟動全網的洋抖難民事件。因為 TikTok 全球策略調整，一大批海外內容創作者轉移到小紅書等平台，和中國網友零距離、無隔閡互動，從曬寵物、教貓睡、互換表情包，到學做雞蛋羹、了解喝熱水、坐月子，這些生活日常沒有高大上的說教，全是最真實、最接地氣的日常。這場中外民間大交融，堪稱大型雙向奔赴，徹底打碎了老外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有法國博主直接發文說：“以前我以為中國人都會功夫，現在才知道大家更會養生、會做飯，性格熱情又幽默，一點不內向。”中式生活不再是遙遠神秘的符號，而是能學、能模仿、能融入的真實日常。再加上中國免簽範圍不斷擴大，入境越來越方便，2025年來華旅遊就已經提前爆火。2025中國入境遊年度報告顯示，去年前3季度入境訂單直接翻倍，免簽國家訂單平均漲幅153%。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穩居客源前3，俄羅斯遊客增速高達205%。亞洲遊客偏愛短途遊，南半球遊客專門來深度體驗。第一批老外的真實體驗又帶動更多人來華，形成瘋狂的正向循環。往深了說，這不是偶然爆紅，而是中國文化軟實力攢夠了，自然向外溢。所以今年春節火遍全球，靠的不是硬宣傳、大投入，而是網友自下而上的自發分享，是雙向互動的真實傳播。老外模仿喝熱水，慢慢理解中醫養生；喜歡紅色，慢慢懂吉祥文化；一起守歲，慢慢懂家庭團圓的意義。這種傳播比任何宣傳片都管用，都深入人心。再加上中外交流越來越密切，老外發現中國年輕人和他們一樣追劇、喝咖啡、吐槽工作，同時還堅守家庭觀念，重視生活儀式。這種獨特的魅力讓他們從好奇變成認同，從認同變成向往。當然，這波全球來華過年熱潮也把中國旅遊市場逼到了轉型十字路口，藏着巨大的機會和挑戰。現在的老外來華早就不滿足長城故宮一日遊的打卡模式，他們要的是深度文化體驗。剪紙、茶道、書法、非遺工坊、住特色民俗，甚至進普通家庭吃年夜飯，追求的是活在中國，而不是看中國。中國的入境旅遊服務大多還停留在 1.0 觀看時代，但老外需求已經衝到 3.0 生活時代，這個代差就是未來的黃金風口。不過已經有商家提前布局，盯上了旅遊加醫療的入境醫療旅遊，做多語種就醫協調、保險對接、術後養療定制，這就是下一個藍海。未來文化體驗加健康管理加生活服務的綜合產品才是入境遊的新賽道。反正2026年春節注定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轉折點。
曾經只屬於中國人的團圓節日，如今變成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盛宴。老外來華過年，不只是一次旅遊，更是跨國文化對話，帶動的不只是消費，更是觀念的互動。從線上成為中國人的熱潮，到線下貼春聯、包餃子、守歲的真實體驗，中國文化正以最柔軟、最有力的方式走進全球普通人的生活。這股風潮不是一陣熱度，而是長期趨勢。今年沒趕上的老外，明年只會來得更猛。中國年的故事也會在全世界越講越響。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